在说黑 PP 之前呢，我先说两个消息啊。第一个消息呢是，我也最近看到别人在网络平台上发了消息啊，就 PayPal 给他发了邮件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以前的话，别人买家给你付$100的 PayPal 啊，那么你可能会被扣掉$3、$4，最后呢拿到96块多，是吧？那这个情况的话，以前的话你退款退回去的话，那 PayPal 收的交易手续费它也会退回去，等于说 PayPal 也没赚钱。买家呢也没损失，你也没损失，这个交易完全被取消了啊，大家都没损失。那现在的据说是5月1号，我看到别人图片啊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的。但是之前呢，PayPal 也提起过，在2019年的时候就提起过这个事情，就是说以后商业交易退款手续费被扣走的钱啊，它不再退了。那以后的话，可能5月1号之后啊，比如说你收了$100，那你可能退回去之后呢，交易手续费3块多、4块多，是吧？这个钱就损失了啊，损失在卖家头上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条纹支付啊，这种兴起抢了很多 PayPal 市场。那 PayPal 本身运营成本的话，这些人还是在的嘛，那固定成本在，所以说呢 ，PayPal 市场在萎缩啊，加上 PayPal 我感觉有很多东西啊，我感觉它真的是在这种垄断地位啊。那条纹支付在这商业交易退款上啊，它这手续费也是不退的。那所以说呢 ，PayPal 也在参考这种规则执行啊。那么这种规则执行呢？其实他也是有点考虑说呢，优胜劣汰啊。比如说你这个卖家卖东西啊，那4笔交易5笔退款，那我就觉得你这个不太正常，是吧？那就要对你这种交易手续费扣掉啊。理论上来说啊，PayPal 这种信用卡通道，按道理来说，这种钱手续费是完全可以退回去的，完全把这个交易取消啊，完全大家都无损。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，PayPal 现在有个新手上路实习期啊。前几天我有朋友注册了一个香港 PayPal， 他是用公司注册的企业 PayPal， 那发现的话，就比如说我给他付了$100，他发现那个资金是不可用的啊，这就是实习期。一般来说的话90天之后呢才会解冻啊，或者说14天之后这个资金可以用啊，90天之后呢应该说是这个实习转正了，未来的话你收到资金呢，就资金马上变可用了。那前面的话可能是要确认这个交易没有发生纠纷啊，没有退款率，因为很多时候呢 PayPal 也怕有些人上来之后呢产生很多订单，结果不发货，或者说提供了假单号啊，导致这个 PayPal 损失，你把钱踢走了，那买家肯定找 PayPal 嘛，是吧？那 PayPal 不得不垫付这个钱。那所以说呢 ，PayPal 做了这2个政策啊，跟大家说一下。因为有交易的新手期，所以说呢，有些人呢可能会找人代付啊，比如说找我代付啊，那我给他付$100，那这样做交易是吧？那但是呢，中国 PayPal 是转不了的啊。那比如说我朋友那个公司，他香港企业 PayPal， 那我转给他。付交易啊，那是可以的。当然呢，他会手续费当然是要出的啊。那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，我前几天遇到个人啊，跟我讲，他呢要买一个印度的东西啊，是这种石头一样的东西，他呢可能是想让我帮他代付一下啊，这种代付是合理的啊，是我也不收服务费，这个也不涉及到货币兑换啊，他给我人民币，我帮他付款，他是买东西嘛，不是说货币兑换啊。那这种情况的话，他跟我说，问我这个汇率怎么样？我说我这个汇率是7.2，跟银行汇率差不多，走差异汇率，中间价可以的，对吧？那比银行少一点点，银行可能收7.3，我收7.2，因为我的钱是干净的钱啊，没有问题是吧？而且呢，有人跟他说能提供给他6.8汇率，但是要$150一次性起付，就是说你每次找我代付的话，你必须要$150以上啊才帮你代付啊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你如果说汇率便宜，那是可以理解啊，可能他有这特殊渠道，或者说他想急着换美金啊，急着把美金消耗出去啊，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。但是为什么要$150起呢？我觉得这个很有猫腻啊，我就说说这个猫腻吧。这个猫腻就在于$150起付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呢？本身的话，这种做黑产生意的人啊，他可能找这个资料不是他的嘛，买别人的黑 PayPal 嘛，那找黑客去买啊，黑来买来之后呢，这个 PayPal 买来之后。他就想把它变现，本身自己买来之后，这个账号就成本在200-300左右了，那肯定是不是想多赚点钱嘛，对不对？那$150起付的话，比如说6.8汇率的话，他可能一次性能赚100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他就是能赚700多的利润。所以说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$150付出去之后，或者说$200付出去之后，那真实的 PayPal 主人可能会发现了，那发现之后也无所谓了，是吧？反正他已经变现了嘛。但是如果说你让他付个5块10块付给你，他不会这样做，他不做这样做。他本身200块钱买来的，付个5块，付个10块，如果说被那个真实的PayPal主人发现的话，那岂不是他亏本了吗？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要$150起付的原理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他可能一次性就被发现了。我现在想讲啊，如何去核对这些黑 PayPal？如果说有人啊跟你做一个帮你代付你怎么去查看他这个 PayPal 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或者说是他自己本人的？那很简单，比如说你加他微信你点那个转账，点转账之后可以看到他尾部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能让他提供PayPal 截图的话，他可能会更改，因为电脑上是可以更改的，源代码可以更改的。一般来说他也会嫌你烦那如果说他不更改的，那你看看他核对一下是不是他的 PayPal 名字是不是对得上那第一个名字对得上，第二个的话，你得看看他的交易记录他的 PayPal 资金来源他如果里面有余额的话，那你看看他的交易记录，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？另外的话，你要看看他的交易记录，这个钱是不是说10天以前的钱不要说今天收的钱他就立马想兑付这种情况也是有的。比如说他今天在某些地方打广告花了广告费比如说$99卖一个 iPhone 手机，那别人给他付款了，那这个 PayPal 他想变现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他其实不发货，这个 PayPal 就不要了，把变现掉了。那到时候的话，你这个钱付出去的话，会被 PayPal 给追回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去买这种 PayPal 了。所以说呢，第一个核对他名字第二个的话核对他截图，第三个的话，这个资金你要看看是不是在他账上躺了10天以上了。一般说10天以上的话比较安全了如果说他这个钱呢来路不明的话，10天以内的话，基本上 PayPal 也把它冻结了，把这个钱不可用了。那还有一点的话，就千万不要找这种$150起付的你跟他说，就让他付个$5、$10，能不能付给你，或者说能不能买个东西，买$5、$10东西，他能不能帮你代付？能代付这种金额的，那说明这个 PayPal 是完全干净的 PayPal 因为这种$5、$10的或者$1的话，可能 PayPal 付不了，有些地方对吧？那这种小额能付的话说明他这个 PayPal 应该是他自己的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方法，逻辑就是逻辑